上海、苏州自由行，一共会分为8集，我们每一集都会是1天的行程。记得可以先去看完报上海、苏州以及上海、苏州行前总攻略这2支影片，我们会带你手把手规划自由行。在影片开始前，请先按下订阅，才不会错过后面的新影片。第2集我们来到苏州，要介绍留园、寒山寺跟山塘街，都是苏州必去的景点。一大早先来到地铁站，要去上海火车站搭车。这边我们一样会用交通卡进站，另外你也可以用微信、支付宝的乘车码来搭车，但会需要验证手机号码，所以会比较建议先在台湾开通好，这里搭2号线。我们从南京东路站出发，搭到人民广场站换车，在下车之后一路跟着指标前往1号线。1号线到啦，这边从人民广场站搭到上海火车站，刷卡出站，就会有一些指标前往铁路火车站。在进入火车站之前，要排队检查，确认你有买票才能进入。这边是直接扫描台胞证。车站内有一些餐厅跟商店可以吃东西、逛街，像是咖啡店啊、便利商店，有一些中国的零食、特产店，还可以买到伴手礼，也有一些餐厅、饮料店、速食小吃等等。我们这一次要搭的是9点半的车次，购票方式在行前总攻略的影片里面有介绍到，记得要先去看看哦。这个在进入月台之前，会碰到一些工作人员询问你要不要帮忙提行李，还会带你免排队快速走到月台，是以人头计价的，1人20元人民币。但它这个其实只会带你从票闸口到月台的这个一小段路，到火车上还要自己找座位放行李，所以我就没有太推荐购买这个服务 ，CP 值不太高。我们这边要到7号站台上车。这个就是我们要搭的高铁，是对号坐的，按号码找到座位就可以了。抵达苏州之后，我们就要转搭地铁啦。在高铁出站也会需要刷台胞证，这里要特别注意，在上海跟苏州是不能共用交通卡的，所以呢，在这边要另外买一张苏州交通卡。如果是用乘车码的人，也要记得另外开通苏州的乘车码哦。只有短暂停留的话，你也可以选择购买单程票，选择路线，再选择你要前往的站点，点选要购买几张票，点选支付方式，这边就是可以用微信或是支付宝扫描支付，付完就可以拿到车票了。感应票卡进入，我们要先搭到南门站，前往饭店放行李。单程车票出站，放这里让它收回票卡就可以了。南门站出来有几间商店，还有万代扭蛋机。最酷的是，他们的扭蛋机也是用扫描支付，完全不用担心零钱不够的问题。从7号出口出来，只走10分钟左右就会到了。这一次我们要入住的是苏州吴宫御宴酒店，饭店里面有中式庭园的造景。接着我们就滴滴打车来到了第1站留园，从饭店到这边的费用是12.45人民币，这边要买票入园。这边是依照淡旺季，票价是45或55人民币，里面也有可以租借华服拍照。留园呢是清代具代表性的园林之一，也是中国4大名园之一。进来之后，这边有置物柜可以租借使用，还有讲解器可以租用。留园是在明朝开始兴建的，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。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它的相关介绍，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还有展出相关的诗画作品、书籍。
留园四边有不同的设计，你可以看到山水、田园、山林、庭园4种不同的景色。明色楼跟寒碧山房是留园的主要观景建筑，里面有展示了从前的桌椅啊、书画。断霞峰是寒碧山庄的12峰之一，跟其他太湖10峰构成特殊的园林景观。这边可以看到远翠阁。园区里面还有贩售纪念币，出口旁边就是纪念品商店，有卖一些吊饰跟玉手，设计了一些苏州的元素在上面，还有扇子、琵琶造型的摆饰，都做得很精美。接下来还是用滴滴打车前往下一站寒山寺，费用的话是13.65人民币。在寒山寺的对面有很多间特产店，卖了很多苏州当地的土产，还有蜜雪冰城，是中国很热门的冰淇淋跟茶饮连锁店。接着就来到售票处，全票是20人民币，半票是10元，也有自助的售票机可以直接购票，另外也有台胞证首发优惠，是可以免费入场的。从入口进去，里面有贩售串珠手链等等的饰品。左手边这座桥是枫桥，跟寒山寺都是因为唐代诗人张继的诗《枫桥夜泊》而闻名的。这里也可以搭乘水上游览船，成人票是40元人民币起跳。旁边就会来到寒山寺，这边才需要用到刚刚买的票进场。寒山寺是苏州很有名的寺庙，人潮超多。在右手边是大悲殿，是侍奉观世音菩萨；大雄宝殿则是侍奉释迦牟尼和迦叶、阿难4像，里面有18罗汉金像、含3像、12块历代诗人题咏的石刻跟铜钟。寒食殿供奉的是寒山和拾得2位和尚，可以祈求婚姻和美满。普明宝塔是寺院的标志性建筑，也是寒山寺的最高点。寺院里的狮子铜像，据说摸一摸可以祈福招财。还有位于体验区，可以购买饲料喂锦鲤，也可以摸锦鲤的头带来好运。这边有一间文创小店，有贩售手链啊、耳环跟挂坠等等。这里则是不定时会有书画作品展。从出口出来，寒山寺的旁边枫桥大街有很多店家都在卖苏州土特产，还有传统华服跟配饰、旗袍、书画跟一些玩具小物、纪念品跟礼品店、中药材、草药的小店。有卖咖啡跟茶饮的店铺，路边也有桂花糕餐车，素食餐厅也有素馄饨跟饺子，传统工艺品小物，桂花糕跟冰糖烤梨，各种传统艺品小物跟玩具，华服配件跟特产超市，款式很多的汉服。这条街逛下来，看到的商品种类都大同小异。前面这个是钟灵观，又叫做枫桥敌楼，是明代抗倭斗争的重要遗迹。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枫桥游船。旁边的夜泊枫桥馆有 VR 的实境体验。会带你穿越回到唐朝时代的苏州，坐船从虎丘到枫桥欣赏繁华。张继像跟诗作的石碑，这边可以看到枫桥跟沿岸的江南建筑，风景很不错。前面的小吃店有手工馄饨、炒面等等。这是苏州漕运展示馆的第4室。展示了苏州漕运的历史。
旁边来到枫桥市集，有各式的绣花扇、纸扇跟真丝扇，还有土产伴手礼。中国小吃锅盔是烙饼的一种，隔壁有大肉串、瓦罐小吊梨，还有糖葫芦、提拉米苏、围巾、丝巾跟传统工艺小物。苏式汤包有包蟹黄的口味，可以休息的咖啡厅。串珠手链跟袖珍的茶具摆饰，土特产伴手礼。接下来我们搭地铁2号线来到山塘街，要走3号出口。这边我就是用城市通的乘车码来进出站，在微信里面就可以开通使用，非常方便。出站之后左转往山塘街景区方向，一直直走就会到这边了。山塘街是古代苏州最繁华的地方，一定要挑傍晚之后再来，更有回到苏州古城的感觉。松鹤楼是苏州菜馆，必点招牌菜是松鼠桂鱼、各式面类跟砂锅饭。玫瑰花冰淇淋跟饮料，还有豆花、手工酥糖跟伴手礼的专卖店，竹筒茶跟茉莉花冰淇淋，还有酸奶。隔壁是文创小物店，有卖一些法式跟玩具，还有古早味的零食糖果，种类非常丰富。旁边是绘画工作室。花茶、瓷器专卖，木木阁是汉服的体验馆，初心码头可以在这里搭山塘街的游船。如果你想要搭船，建议早一点过来排队。这边有竹筒茶、花茶跟冰淇淋，茶叶、瓷器专卖店。纯手工制作的传统糕点，这间有各式特色茶饮。山塘里有烤红薯、珍珠奶茶跟糖葫芦。糖葫芦的草莓新鲜又大颗，简单的裹满糖就很好吃。传统汉服、华服的专卖店，汉服租借、妆造服务都有。味赞江南有丰盛大面、虾蟹面、蟹黄面等等。隔壁有鸭血粉丝、桂花糖粥等等的中菜，对面也是更多的小吃跟伴手礼店。漫画速绘、诗画馆、丝绸服饰的专卖店，巧克世家有咖啡跟巧克力等等。幽兰的话是杂货礼品铺，旁边的白记有卖伴手礼，这间有文创小物。山塘街也有设置洗手间可以使用。右手边的是轻质护手霜，自用或是送礼都很不错。山塘辣1年，专卖的就是各式的辣椒酱、牛肉酱等等。山塘老酒坊可以品尝过，再决定要买哪一款酒。前生园的招牌是苏式鲜肉月饼以及松子枣泥芝麻饼，各种卤味的专卖店，味道超级香。纳西宝藏的商品很丰富，有工艺品、古早味玩具、纪念品、小物等等，可以来挖宝看看，很多新奇的小东西，各种吊饰、发夹、发箍饰品，也有玩具盲盒，还有很多款式的帽子、模型公仔等等。百草全橘红老工坊。有腌制的橘子、凤梨等等的水果干，不能带回台湾。国色也是特色礼品店，这间有生乳舒芙蕾跟闪电泡芙，经过这边都可以闻到蛋糕的香味。现做的鸡蛋鲜肉包是这里的人气美食，还有榴莲口味的乳酪跟其他小蛋糕。还有很多伴手礼跟茉莉花茶冰淇淋，
特色旗袍服饰跟丝巾。万山蹄有江南卤味，还有非遗糕点姑苏梅花糕，外皮是脆的，里面有满满的豆沙馅。这家是桂花糕，也是这里的特色美食。赵元璋肉骨烧也有梅干菜饼。老山堂绸庄也是旗袍服饰的专卖店。山堂葫芦有各式玩具礼品跟葫芦。茶饮专卖店，现场制作的绿豆糕跟其他糖果。银饰品店，一酥一杏有酥脆的肉质，还有手工制作的龙须糖，现做橘红糕。茶颜悦色，这个是中国古风的茶饮品牌，里面也有卖了一些零食，还有各种茶包。他们家的饮料也是非常好喝。旁边来到的是姑苏小院，有一个休息拍照的空间。山堂人家有中式料理，还有表演可以欣赏。右边这间是苏州菜，有松鼠鱼的套餐。山堂一夜有苏州料理，还有古筝表演。山堂月也是卖苏州菜，有松鼠鱼、蟹黄面等等。李百蟹有各式的螃蟹料理，纸皮烧麦、蟹黄汤包、豆花、果汁等等的小吃。沈万山的招牌是卤猪脚，隔壁也有酒坊在卖酒。姑苏家宴则是苏州料理的专卖店，里面的建筑开了灯之后非常漂亮。这间有苏式面、蟹黄汤包等等的道地小吃，脆皮五花肉、鱿鱼串、章鱼烧等等。陈阳记老爷汁跟蜜雪冰城，这家有羊肉汤、羊排面等等的羊肉料理。旁边还有一间绿豆汤，口味很多的油炸糯米小吃油赞子。旁边是苏州的蜜饯老店。蟹火记是苏式火锅餐厅，旁边有苏州的特产华福的专卖店。方宴有卤猪蹄，隔壁有糖水、桂花糕。霸王茶姬也是超热门的茶饮专卖店，这边有一间饭店。旁边是东吴面馆。苏糖斋是伴手礼的专卖店，还有蟹黄饼、芡实糕是用芡实做的汉族特色糕点，有原味、玫瑰、蓝莓、芝麻等等的口味，还有糯米甜酒。这边有冰淇淋、热汤圆跟茶饮。浪里王有醉虾跟醉蟹，这个是以称重来计价的。另外还有其他丰富的下酒菜。金城天香专卖传统工艺制作的天然沉香。经过三塘桥，我们要沿着刚刚走过来的这条路走回去。桥首坊有丝绸布料制作的旗袍跟华服。东吴张记有牛轧糖跟藕粉。钱顺祥有很多款式的旗袍服饰。钵钵鸡是来自四川的传统小吃，各式传统的酿酒专卖店。岭南会馆是从晚清保存至今的建筑，里面可以进去参观。接着左弯进来这一条路，左手边是 Coco 手摇饮店。零点餐吧有五谷鸡爪跟海鲜，苏式汤面、馄饨跟小笼包，还有其他小吃点心。河西咖啡也有卖一些饭啊、面、水饺。汤州有苏式泡泡馄饨等等的甜点小吃，里面有关东煮跟香肠等等的小吃，还有罐罐烤奶。奶茶里面会加入干燥花或果干，再来用陶罐加热，喝起来香气更浓郁，口味很多样化。这间也有卖江南的梅花糕、凤爪、肥肠跟鲜豆糕。走到河边，这里有一间精品酒馆，还有在卖苏州大闸蟹。这个的话是江湖酒馆，里面还有传统舞蹈表演。山堂昆曲馆有昆曲表演，也有租借汉服、昆曲外衣的妆造体验。山彩梨音乐餐厅可以一边吃饭一边欣赏表演。
这边往出口走，离开七里山堂，继续往前，两边还是有很多的商店。丁福吉脆皮小锅盔，内馅有很多口味可以选。服饰小物的杂货店，内蒙羊肉大串，汉服妆造旅拍，各式饮品的专卖店。春园有道地的苏式火锅，这间也可以租借拍摄汉服，店家也都会提供丰富的衣服款式跟化妆摄影的服饰。冰粉水果捞跟关东煮，老盛新菜馆可以吃到道地的苏州料理。满满的小吃选择，乐山钵钵鸡、旋风薯塔，这家有豌豆黄跟鲜肉月饼。清国风服饰专卖店，隔壁有蟹黄面跟舒适糖水。明月轩专卖茶叶，青稞烤馍1元1串的关东煮，这里卖的是大闸蟹。饮品、冰淇淋、大闸蟹跟醉虾、醉蟹，女装服饰跟苏州手工小点心，茯苓莲子酥、梅花糕、海棠糕跟一些传统小吃，旁边有甘蔗汁、铁板鱿鱼，有卖汉服包包的服饰店，炸物跟饭团，隔壁又是大闸蟹的专卖，汉服旅拍店。馄饨、各式汤面跟盖面，有鲜果酿酒的小酒馆、核桃糕、大闸蟹跟各式糕点，长沙臭豆腐。到这边，我们的三塘街也逛得差不多啦。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下一集我们会带大家到同里古镇跟苏州购物中心，也都是苏州必去的景点哦，敬请期待。记得先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喜欢影片也欢迎分享、按赞、留言。